有个时候，佛陀住在王舍城隶属饲养处的竹林中。那个时候，有个拜火教的婆罗门正在为火供做准备。他煮好奶酪乳粥，放置好各种祭火的贡品，准备举行拜火祭祀的仪式。这时，佛陀在中午前穿好法衣，拿着饭钵进入舍卫城，不分贫富贵贱，挨家挨户的化缘饭食。当佛陀化缘来到拜火婆罗门住处的时候，他就在拜火婆罗门的家门外站立。拜火婆罗门来来回回放置祭火贡品的时候，看见佛陀站立在他家的门外，他就对佛陀说：身体行为、口说言语、内心念想已经修行圆满，并且出生在高贵之家，学识广博，受持戒律，管束好了自己的身体行为、口说言语，内心升起的念想不放逸，不去做恶行，断恶修善，由此让内心清净安定，开启了智慧。身体行为、口说言语、内心念想的修行都已经圆满，证得了宇宙间至高无上、真正平等普遍的觉悟，究竟圆满了解脱的果位。这样的人才有资格接受我奶酪乳粥的供养。你在我家门外拿着饭钵站立，是想我供养你吧？你是我刚才说的解脱人吗？如果不是，请你离开，我现在很忙，正在准备供养火神，我不招呼那些毫无修行的人。这时，拜火婆罗门说偈言：三明等具足，身高有多闻，明行具足者，受食我乳饭。念诵了无数遍咒语也毫无用处，因为内心堆满了很多污秽，只是做一些表面的事情来装点门面，那是没有什么用处的。自己身体行为做恶事，口说恶言，内心升起恶念，就算祭祀的仪式举办得再好，那也是自欺欺人的做法，因为自己身体行为、口说言语、内心念想的污秽没有除去，仍然不是清净解脱的人。世间的人不是生来就是清净无染的，修行是一步步来的，不可能一蹴而就，立刻成就。深信因果，明了做善事可以为自己种植出很多福德，做恶事可以为自己造下很多罪业，而福德的多少决定着投生的类别。福德深厚的人投生在富贵之家，上升到天界享福；福德薄弱、罪业深重的人投生在贫贱之家，下堕到地狱、恶鬼、畜生三恶道受苦。已经不会再挂念和执着世间一切的事物事情，已经除灭了一切的烦恼和痛苦，已经从生死轮回中永远解脱出来的人，这就是世间修行圆满的圣者。然而圣者最初修行的时候也是普通人，他们明白只有身体行为做善事，口说善言，内心升起善念，断恶修善，并且持之以恒，精进不懈的修行，才可能将自己行为、言语、念想的污垢慢慢除去。在除污垢的过程中，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会有一个反复被污垢污染，又再次除去污垢的过程。世间很多人只是想获得清净解脱的果位，而不知道这个清净解脱的果位是长时间精进修行的结果。世间的人，不管他们出生富贵之家，还是出生贫贱之家，这些身体行为做善事，口说善言，内心升起善念，断恶修善的人，这些受持戒律，让内心清净安定，开启了智慧的人，就是值得尊敬和供养的人。虽然他们不一定都证悟了圆满的智慧，不一定都圆满了身体行为、口说言语、内心念想的修行，可是他们却是正在迈向圆满解脱的人。已经证悟解脱果位的圣人，也要经历这样的修行过程。圣人也是由普通人修行而来的。不要错过供养受持戒律的出家人和修行人的机会，不要错过为自己种植福德功德的机会。内心要想，我正在供养一位精进修行、迈向解脱果位的修行人，我正在为自己种植福德功德，我正在修行施舍，我正在修行布施。大树是由小树长成的，大海是由江河汇集而成的，修行也是由浅入深的，解脱的果位也是慢慢证悟成就的。深厚的福德也是点滴的善行种植出来的。大象是由小象长成的，自己的身体也是从弱小的婴儿长大成强壮的成年人的。不要轻视点滴的善行，不要错过任何一个为自己种植福德功德的机会，应该尽可能的布施供养自己遇见的受持戒律的出家人、修行人，不要看见别人获得福德享受福报，
再来后悔自己之前没有种植福德，不要临死前再来后悔自己没有多行善事种植福德，不要受苦的时候再来后悔自己过去做下的恶事，造下的罪业。把握住现在的每时每刻，把握住自己遇见的每一个机会，多去帮助别人，多去做善事，多去布施供养出家人、修行人，为自己现在世、未来世种植福德功德。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。这时佛陀说偈言：离多唱陀咒，哀满内不净，外避于欺瞒，非生清净道。以至于因果，见天界恶趣，功德是后世，众人度今场。圣者见成就，身口意正行，由此三明人，应受食乳饭。佛陀说法后，拜火婆罗门顿悟说道：大德，请您原谅我刚才对你的无礼行为，请您接受我对您的供养。说完，拜火婆罗门就将刚煮好的奶酪乳粥盛到一个大碗里，端到佛陀的面前，请求佛陀接受他们虔诚的供养。如来为你说法，不是为了获得你饮食的供养。婆罗门，如来已经为你说法，就不应该再接受你的供养。在说法前，你没有升起供养如来的心，说明因缘不具足，如来随顺因缘，不会再接受你的供养。如来为你说法，是为了让你开启智慧，由此纠正你不正确的修行方法。诸佛如来也是这样的，外出化缘犯事，说法后就不会再接受供养，他们也是随顺因缘的。因为诸佛如来说法，不是为了获得各种供养，而是让听法的人开启智慧，除灭众生内心的烦恼和痛苦，纠正众生不正确的修行方法。请你将这些饮食供养给其他的出家人、修行人，不用为没有供养如来而烦恼，因为你之前不正确的知见已经被如来纠正，你内心怀有分别心供养出家人、修行人的烦恼和疑惑已经解除。你只供养高贵、学识渊博、圆满解脱的出家人、修行人的见解已经被如来纠正。你现在已经明白，要时时刻刻都要好好的把握种植福德的机会，不会再拒绝供养受持戒律的出家人、修行人。你内心不正确的见解已经被平息纠正。你已经明白，这些受持戒律的出家人和修行人，就是你种植福德的田地，你通过布施供养他们来获得福德功德，而福德功德的多少决定了你以后投生的类别。福德功德深厚的人投生到富贵之家，上升到天界享福，甚至于从生死轮回的煎熬和痛苦中永远的解脱出来。福德功德薄弱、罪业深重的人投生在贫贱之家，下堕到地狱、恶鬼、畜生三恶道受苦。婆罗门，你要好好的去修行，你要身体行为做善事，口说善言，内心升起善念，断恶修善，要多为自己种植福德功德。这时佛陀说偈言：我唱此偈者，非为得实者。婆罗门于此，知见者非法。诸佛之唱偈，以斥其代价。如来顺因缘，说法不为利。婆罗门供养，广施正行人。一是奉饮食，是为功德田。这时拜火婆罗门跪在地上，顶礼佛陀。他说：大德，感谢您，您除去了我不正确的见解，让我狭隘黑暗的内心变得光亮无比。请您让我皈依您，做您的在家修行弟子吧。我愿意受持您的戒律，我愿意按您的正法去修行。佛陀接受了拜火婆罗门的皈依之后，佛陀就离开了。佛陀没有接受拜火婆罗门的饮食供养，拜火婆罗门望着佛陀远去的背影，感动的流泪，久久地伫立在原地，不愿离开。